看过漫威的观众估计都见过号称拥有漫威最强嘴炮、实力足以秒杀灭霸的紫夜之王黑蝠王。可惜虽然设定吹得牛逼，但他在电影里的表现实在不敢恭维。在奇异博士2中，刚出场便被绯狐女巫禁言，落了个惨死的下场。虽然在电影中看起来他只是个实力平平的角色，但是在漫威的漫画中，黑蝠王有着很高的定位。今天就让我们看看，当黑蝠王同时面对家园毁灭、亲人惨死、同伴背叛，自己甚至也惨遭割喉时，他该如何才能实现绝地翻盘呢？在月球背面的新阿克提兰，有着由黑蝠王统领的异人王国。此时的黑蝠王正记录着每一个死去异人的名字，他们都是被老仇人克里人杀害的。同时，克里人还向黑蝠王传达了加入他们或者死亡的信息。族人的死亡使他心神不宁。此时，他的老婆美杜莎来通知黑蝠王要准备与5大部落开会了。说罢，黑蝠王便带着美杜莎驾驶飞船前往宇宙中一颗无名星球。无名星球上，黑蝠王的子民已经等待在这里。这条巨大的狗是旺财，拥有着近距离传送的能力，而长得像人鱼一样的叫做小绿，有着感知过去的能力。其次便是一身黄的小姨子，还有爱穿一身绿袍子的光头哥。随后一行人便向会场走去，来讨论克里人传递的信息。想当年，异人其实是克里人中大祭司所创造出来的战斗机器。大祭司在预言中看到克里人会在一个名叫紫夜之王的异人手中毁灭，克里人统领罗南便下令屠杀所有异人，只留下了原始的5个部落。而如今黑蝠王作为异人族的首领，面对克里人的威胁，毅然决然选择了开战。但当一行人进入会场后，却看到了血腥的一幕。5大部族的皇后们因为敌人太多太强大，而选择向克里人投降。克里帝国非但没有因为他们的投降而饶恕他们，反而他们4位因为自己的懦弱被无情杀害，并钉在了十字架上，以此来挑衅黑蝠王。此时的小绿走到尸体旁，使用自己的能力看到了众人到达会场前发生的事情。随后小绿便发现尸体上绑着炸弹，立即让众人离开，而自己已经来不及逃跑。旺财连忙发动自己的能力，把众人带出会场。炸弹的余波炸伤了美杜莎，众人决定先回到新阿克提兰。此时飞船上的黑蝠王因为美杜莎的伤势严重，而飞船却飞行得异常缓慢，同时也担心弟弟的安全，便让旺财回到新阿克提兰，带回自己的弟弟。看着旺财离去，黑蝠王便来到飞船尾部，张开嘴宣泄着自己的情感。同时巨大的能量从口中传出，推动着飞船急速前进。几分钟后，飞船抵达新阿克提兰，黑蝠王跪倒在地，映入眼帘的却是化为灰烬的国家。原来就在众人在开会的时候，新阿克提兰却经历着惨绝人寰的杀戮。这个手扛大炮的男人是黑蝠王的弟弟，此时的他手提大炮，一脸不屑地瞄准着对面。而对面这个酷似毒液的男人名叫噪生，正是克里人为了对付黑蝠王创造出来的超级异人，他几乎拥有所有异人的能力。看着对面的小黑，噪生从口中发出一道光波，小黑一个胳膊瞬间蒸发。还记得刚才自己传送回来的旺财吗？此时传送回来的旺财看到奄奄一息的小黑，巨大的狗嘴一口咬住噪生，向墙上甩去。噪生心想，自己超级异人多么牛逼的存在，竟然被一只狗欺负了，便从嘴中射出声波。声波中一人一狗的身影逐渐模糊，直至消失。这里埋个彩蛋，大家要记着这一人一狗，后面的出场会更加精彩。第二天，黑蝠王派光头哥来到哈拉星上参加克里人的投降会谈，自己则偷偷潜入哈拉星。进入会场的光头哥见到的却不是克里人的统领罗南，而是被派遣到宇宙中开疆扩土的克里星将军。将军表示，如果光头哥接受投降并交出黑蝠王，将会受到他们的保护。光头哥果断地拒绝，并回应道自己不是来接受投降的。将军听后示意噪生解决掉光头哥。噪生一把夺过光头哥手中的刀，并扎在光头哥的腰子上。光头哥捂着腰子跪倒在了地上，心想早知道拿腰子买新出的苹果了。本来准备当个刺客的黑蝠王无奈现身，同时伴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咆哮，黑蝠王开始了送给克里人的演讲。
一个个被克里人杀死的名字伴随着一道道声波从黑蝠王口中传出，听到演讲的人都死了。黑蝠王用自己的行动向克里人证明了自己的选择。看着自己的好友被灶生挟持，黑蝠王便要求灶生放了光头哥，自己可以当他的人质。话音未落，灶生便身形消散，一个瞬移便来到黑蝠王的身后，一只手捂着黑蝠王的嘴，另一只手无情地用刀子划过黑蝠王的喉咙。冰冷的刀子划过喉咙，黑蝠王跪倒在地。克里人将被俘虏的黑蝠王固定在冰冷的手术台上。灶生和将军看着被捆绑的黑蝠王，露出了淫荡的笑容。灶生在给他的一针一线的缝合被割开的喉咙，再看到黑蝠王发不出一点声音，此时的二人已经感觉不到黑蝠王的威胁，便把黑蝠王扔给守卫，随后离开。守卫丝毫不忌惮眼前的男人，还叫他给自己唱一首歌，殊不知这是他们听到的最后的声音了。一道道声波传入守卫耳朵，守卫捂着耳朵痛苦地呻吟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解决掉守卫后，黑蝠王踉踉跄跄地走出牢笼。用他的话讲，曾经那雄厚的声音，此时削弱的如同监狱犯人自制的小刀。突破层层守卫，黑蝠王来到了克里人的实验室，在这里见到了手术台上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前统领罗南。黑蝠王感到很诧异，罗南表示，大祭司死后，克里族的母星被毁，自己也被将军俘虏并被改造。随后，罗南向黑蝠王阐述了自己的过错，希望得到原谅，并请求黑蝠王杀了自己，自己不希望变成怪物。黑蝠王听后，便在罗南耳边说了句悄悄话，罗南便永远地躺在了手术台上。随后，一道声波从口中传出，实验室的墙面瞬间瓦解。走出实验室的黑蝠王望向天空的无数战舰，此时身后传来了噪声的声音。黑蝠王回头看向噪声，二人随即扭打在一起。就在黑蝠王被噪声彻底消灭的时候，美杜莎和一个酷似马面的男人及时赶到。原来美杜莎在太空中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光头哥，知道了黑蝠王的遭遇，便前往人马星，找到了旺财的好基友马面雷神比尔，我们就先叫他马面。随后便带众人赶来哈拉星。及时赶到的马面抡动锤子，在千钧一发之际击飞了踩着黑蝠王的噪声。噪声脸上的面具破裂，露出了本来的面貌。小姨子看到这个人的容貌后大吃一惊，噪声竟然是黑蝠王的弟弟小黑。小姨子上前走去想要搀，但是小黑突然大吼快跑，然后体内的能量瞬间爆炸，小姨子来不及逃跑，消失在众人视线里。当看到噪音竟是小黑的时候，光头哥这时想到噪音口中发射的声波不是黑蝠王的能力，而是旺财的传送能力。与此同时，被爆炸带走的小姨子也被带到了克里人制造噪声的实验室里。在明白自己的伙伴有可能还活着的黑蝠王回到飞船，穿上战衣，决心要去拯救自己的家人。光头哥在对小黑之前发出的噪声产出的能量分析得出，可以通过噪声把改造过的人们重新唤醒。而此时的黑蝠王只能完整的怒吼一次了，而且自己也有可能会死掉。深思熟虑后，黑蝠王还是决定飞船掉头回去。随着一阵剧烈的撞击，众人全副武装冲出飞船。噪声听到撞击声后，果断释放出被改造后的一人。随着马面和大块头的掩护，众人很快的来到了实验室门前。随着实验室大门的缓缓打开，美杜莎看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身穿噪音服装的妹妹和红着眼睛像极了几天没吃饭的旺财走出实验室，赫然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黑蝠王见此，便对着实验室大门扣动扳机，在众人还没缓过神，便冲进了实验室，并锁上了大门。看着实验室里被克里人改造过后自己曾经的子民，他知道自己必须做出选择了。黑蝠王调整好思绪，发出了自己的最后一声怒吼。随着一道道声波的传出，声波所到之处，血肉横飞。在声波所产生的噪音的驱使下，和众人打斗在一起的旺财和小姨子逐渐恢复了意识。各地人见大势已去，便纷纷逃走。黑蝠王从实验室中走了出来，此时已经精疲力尽。美杜莎扶着黑蝠王，在旺财的带领下进入飞船，随后众人离开了这个星球。选择跑路的黑蝠王故事并没有结束，而是前往了地球。在地球上与几位商业大佬组成了那个被绯红女巫团灭的光照会。据说黑蝠王还差点被切了声带。漫画里的光照会能比电影版厉害多少？怎么黑蝠王又被人狠狠收拾了？大家可以关注我，
我会持续为大家讲解漫威中有意思的事情。如果有什么想听的事情，也可以评论区告诉我。